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毒液明知和陈太太跳舞会暴露体内法典信号，招来异世体追杀还非得这么干。其实这不是任性，而是他在享受最后的时光。但这回毒液招惹的敌人超乎想象的可怕，追杀他们的异世体背后老大是纳尔，他是漫威宇宙公认的虚空之神，共生体和异世体都是他创造出来的杀戮工具。但早在远古时期，共生体们厌恶纳尔的残暴统治，集体背叛了他，用自身力量打造了克林塔监狱，将这位造物主永久囚禁。唯有法典的出现才能解开枷锁，而法典就寄宿在主角毒液体内，所以纳尔派出异世体大军，拼了命也要找到这把钥匙。而一旦纳尔重获自由，就会用黑暗力量毁灭所有有生命的星球。毒液3的故事就从这场致命的追猎开始，剧情紧接毒液2和蜘蛛侠英雄无归的彩蛋。上一部故事落幕时，毒液和艾迪为了躲避警方追捕，跑到墨西哥暂避风头。某天晚上，毒液本想给艾迪讲讲自己以前的光辉历史，结果一道强光闪过，房间突然变了样，两人眨眼间被传送到了另一个宇宙。在当地的酒吧里，他们从酒保的只言片语中得知，自己现在身处漫威的616主宇宙，也就是钢铁侠、蜘蛛侠等核心超级英雄所在的地方。然而才刚对这个宇宙的超级英雄了解一二，奇异博士就修复了宇宙裂缝，把这对不速之客打回了原宇宙。回到熟悉的世界，毒液还沉浸在跨宇宙冒险的兴奋中，非要亲手调杯鸡尾酒庆祝。可电视上的一条新闻让艾迪瞬间头皮发麻，上一部负责他案件的穆里根警官惨遭暗杀，他一死，所有证据都指向艾迪这个替罪羊，他直接成了全球通缉犯。这下墨西哥待不下去，老家也回不去。为了洗脱罪名，艾迪决定前往纽约寻找当法官的老熟人。正好毒液早就想去看看自由女神像，两人一拍即合，准备来场说走就走的冒险之旅。离开酒吧时，毒液随手扔了枚硬币结账，没想到硬币上还沾了一滴共生体液。可刚走出酒吧，一阵凄惨的狗吠声就从旁边的巷子里传来，那声音里满是绝望。别看毒液平时吃人不眨眼，对小动物却格外友好，这一点他的宠物鸡桑尼和谢尔就是最好的证明。两人循着狗吠声找过去，很快在巷子深处看到一扇上了锁的铁门，毒液一拳将锁砸烂，推门走了进去。门后果然关押着数十只狗狗。从地上的计分牌可以看出，这里竟是一个惨无人道的斗狗场。毒液对这种行为无比愤怒。恰好这时嚣张的混混们出现，看艾迪一副好欺负的样子，带头的纹身男想上前教训他，但他万万没想到艾迪身体里藏着个怪物。I'm giving you a chance. Sweetie, really, I'm giving you a chance. You should probably take it. See. Say when. 毒液瞬间现身，不仅自己火力全开，还放出所有流浪狗一起参战。艾迪也不装了，跟着毒液亲自上阵，虽然攻击力一般，但侮辱性拉满，不到一首歌的时间就把混混们收拾得服服帖帖。两人总说不到一块去，干脆不废话，直接开饭。吃完之后，毒液跟艾迪表达了感谢，一口一个小脑袋，味道好极了。吃饱喝足后，两人继续踏上了逃亡之路。此时，纳尔派出的异世体大军已经登陆地球，只是毒液没展现完整形态，暂时没被他们识破法典的位置。然而，地球上的危险不止于此，军方通过监控发现了艾迪的踪迹，迅速派出特种部队追捕。带队的黑哥上校很快到了艾迪去过的酒吧，发现了那滴残留的共生体液。黑哥隶属于帝国计划，专门研究和控制共生体，他直接下令把酒吧里的人和物品全部带走调查。与此同时，内华达州的秘密基地里，负责研究共生体的佩恩博士从一场噩梦里惊醒，在梦里他又看到了哥哥惨死的场景。多年前，两人在沙滩畅谈理想时，天空突然乌云密布，一道诡异闪电精准劈中他们相握的手，哥哥当场死亡，佩恩的左手也因此落下残疾。这个反复出现的噩梦不仅勾起他的伤痛，还为后面闪电毒液的出现埋下伏笔。不久，佩恩就接到了黑哥的消息，穆里根警官居然没死，还被改造成了共生体的实验体。佩恩立刻驱车赶往基地，黑哥也带着从墨西哥获取的共生体液回到基地，交给女研究员萨迪保管。此时，穆里根已和共生体完全融合，佩恩急切地问共生体来地球的目的。We were running. His creatures search the universe for us. And when we are,
You will kill us all. 佩恩这才意识到还有更强大的外星生命体在追杀共生体，一旦此存在觉醒，世界将面临灭顶之灾。另一边，身无分文的艾迪正发愁怎么去纽约。很快，毒液想出个办法。艾迪打死也没料到，毒液的办法居然是搭乘霸王机，狂风把他吹得浑身发抖，发际线都快后退2厘米。艾迪人都傻了，阿汤哥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毒液嘴上嫌弃艾迪是个怂包，却还是忍不住包裹住艾迪，温暖他。可就这一下，两人合体的信号瞬间被千里之外的怪物锁定，对方一个弹跳就到了10000米高空，冲击力差点撞翻飞机。看清怪物的瞬间，连身经百战的毒液都吓了一跳。怪物不给两人反应的时间，直接猛扑上来，毒液惊险躲开，还没来得及喘口气，第二波攻击又来了。危急关头，毒液甩出触手逃脱，怪物躲闪不及，直接被卷进引擎，当场搅成碎片。危机刚解除，毒液却突然不管不顾，直接缩回艾迪体内。恐高的艾迪直接在半空中凌乱。就在他快要摔下去时，毒液立刻化作一张巨型降落伞，稳稳把他送回地面。这时，一辆小车驶来，车上是去51区旅游的一家人，被引擎搅碎的意识体残片掉在车前。一家人只当是普通陨石，没放在心上。可诡异的是，那些碎片竟在悄悄重新聚合。降落后的毒液行为举止十分猥琐，似乎在躲避什么。在艾迪的不停追问下，毒液终于道出真相。刚才追杀他们的是意识体，他们专门猎杀毒液这类共生体，目的只有一个，找到传说中的法典，释放被囚禁在昆塔尔星球的共生体之神纳尔。一听到这个名字，艾迪瞬间眉头紧锁，心中隐隐感到不安。只要法典到手，纳尔就能重获自由，但法典也不会轻易出现。只有当共生体复活宿主，两人生命能量彻底合二为一，法典才会真正诞生。当初艾迪已经死于暴乱手下，是毒液附身将他重新拉回人间，这也让他们成为了全宇宙唯一拥有法典的组合。只要毒液完全现身，法典的信号就会暴露，意识体立刻就能锁定追踪。这些家伙堪称共生体克星，速度快如闪电，还自带超声波攻击。更恐怖的是，他们几乎没有弱点，就算被飞机引擎搅成碎渣，也能瞬间重组，实力丝毫不减。听完这一切，艾迪后背发凉，他很清楚，刚才那只意识体仅仅只是个开始，如果他们其中一方死去，法典也会跟着消失，但他们谁也不想失去对方，所以接下来毒液必须彻底藏好，绝不能再以完整形态出现。现在两人只想赶紧离开这片荒无人烟的荒地。巧的是，路边刚好有一匹正在休息的马，毒液直接将骏马改造成炫酷拉风的毒液战马，带着艾迪开启了一场魂都追不上的狂飙。毒液还不忘炫技，表演各种高难度动作，完全不管艾迪已经吓成什么样。这一幕像极了第一部里的毒液摩托，只不过这次升级的不只是座驾，还有艾迪的心理阴影面积。被触手疯狂鞭策的艾迪差点当场整一段说唱。要我说，这才是真正的速度与激情。狂奔几小时，毒液终于累趴。就在他停下狂喝水的瞬间，一直追捕他们的军方突然杀到，士兵二话不说，直接开启声波攻击。毒液战马受惊发狂，一蹄子把艾迪直接踹进水里。毒液见状，立刻冲去救人，可他水下再快也顶不上军方的精良装备。士兵锁定位置，兵分两路，一队抓艾迪，一队对付毒液。靠着装备压制，一名士兵很快擒住艾迪，两人在水中扭打，艾迪失手将士兵击杀，这让他无比自责。他从没想过伤害无辜，可还没等他缓过神，又被另一名士兵狠狠拖进深水。眼看艾迪就要窒息，毒液急忙冲去救援，结果下一秒自己反倒被渔网困住，自身难保。危难之际，毒液果断附身到路过的小鱼身上，再转移到大鱼，一跃而出，最后附身到一只呆蛙身上，稳稳落地。不得不说，这套连环附身操作是真丝滑。可毒液还没来得及得意，就看见艾迪被士兵拖到了瀑布边缘，水流湍急，一旦坠落必死无疑。眼看艾迪就要坠崖，毒液再也顾不上暴露法典，纵身一跃，重新附身艾迪。可法典信号一出现，瞬间就被意识体锁定，他纵身一跃，直接杀到瀑布边，朝着法典猛冲。危急关头，艾迪立刻让毒液解除变身，法典信号随之消失，失去目标的意识体将矛头对准水中的士兵，艾迪趁机逃脱，而水里的士兵就惨了，意识体只是微微动手就将所有士兵解决，最终还潇洒离去。在岸上目睹全过程的黑哥上校立刻向佩恩博士汇报，表示自己看到了穆里根所提到的那种生物。佩恩第一反应却是能不能抓到样本，黑哥估计心里已经直骂娘了，要不你自己去弄一个试试。佩恩博士随即赶往地下实验室，找到穆里根，直接告诉他，你说的那种生物已经出现，还杀了我们不少人。共生体闻言后却直接现出了完整体，浑身散发着诡异绿光，下半身如同章鱼触手凌空悬浮，它就是共生体绿蛇。绿蛇能敏锐感知到同类的气息，但它很清楚纳尔想要的东西不在这里。What does he seek?
绿蛇直接告诉佩恩博士，毒液体内藏着法典，一旦纳尔得到它，将会终结世间所有生命。想要阻止这一切，你们只有2条路，要么杀了艾迪，要么杀了毒液。佩恩听完内心十分挣扎，可黑哥上校铁了心要阻止纳尔，当即带队出发，继续追捕艾迪和毒液。而此刻的毒液、艾迪2人，他们正光着双脚，一步步朝着纽约的方向走去。可他们不知道，一场致命的追猎已经正式拉开序幕。